男子意外发现第二身体进入了3个世界，它连接到了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的通道吗？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出体旅程》这本书。一个叫罗伯特·蒙罗的美国人呢，发现了意识出体的秘密。他在一次实验中呢，找到了地球有3个世界，一个是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一个是可以看到去世亲人的异世界，另一个呢是一个新物质文明。他似乎呢就找到了连接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的通道。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出体后看到的预言。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为了解开这3个世界的奥秘门罗于1942年呢在纽约就见了理查德·戈登医生。他的体型矮瘦是一个医学博士和内科专家，事业非常成功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以至于蒙罗聊起这个半梦半醒的特殊出体经历的时候呢，医生是哈哈大笑，号称要把他送到精神科专家那里去。在1961年呢，戈登医生身体不适但他没有选择留在医院治病，而是决定去欧洲旅行。6周之后呢，在欧洲病倒只好缩短旅程呢，回家就医。蒙罗无法与医生见面，但是通过和医生夫人的对话呢，他知道了戈登是得了腹腔癌，已经无法治疗了。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蒙罗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以自己那种特殊的出体才能呢，或许他能够帮上戈登医生一点忙。虽然不知道怎么帮呢，但是他深深的确信自己能够做到。蒙罗呢，一次一次的试图见戈登医生，但只有他的妻子呢，才允许进出病房。他就请求戈登太太呢，让他进去见医生。可是戈登太太说她老公非常的痛，大部分的时候呢，都在深度的镇静状态下，所以很少有清醒的意识。不过他建议门罗呢，把想说的话呢写成信，他去在戈登医生有意识的时候呢读给他听。而门罗在信中呢就努力让戈登医生接受他说人的意识是能够超出肉体之外的思想和存在。当医生在病床上消磨时光的时候呢，或许能够发展出离开痛苦身体的能力。如果可以的话呢，就能够找到很多有益的办法。而门罗的这封信呢，可以解释为对濒死的一种训练。但是在这之后呢，戈登太太就没有告诉他医生是否尝试过这种方法。不到3周的时间呢，戈登医生就平静的去世了。他活了70岁。戈登医生去世之后呢，门罗一直执着于去找医生，不管他在哪里。这是他得到这种特殊能力以来第一次呢想要亲近去世的人。因为不太懂具体的要求怎么做嘛，所以门罗想在去找这个医生之前呢，他尽可能的多休息。这是一次从没有试过的实验，也许有一定的风险性。直到一个周六的下午呢，门罗就开始尝试了。在进入半睡半醒的这个震动期间呢，他大概花了1个小时，终于意识离开了。他在心中就大喊着我要找到戈登医生。片刻之后呢，他居然开始快速上行。只见他眼前是运动中的一片模糊。忽然之间呢，他就感觉到一股稀薄的空气。在一段似乎无穷无尽的旅途之后呢，门罗忽然停顿了下来，站在了一间大房子里面。这里呢微微有些头晕。一个男性的声音贴着他的左耳就说你站在这儿，医生呢1分钟之后就会来见你。门罗就点点头表示同意，站在那儿等。他就看到屋子里有一群男人，其中有一个约22岁的年轻人，很兴奋的就连说带比划的向3、4个男人讲着什么。门罗迟迟都没有见到戈登医生。在他等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房子里很热。环顾4周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这间房子变得那么热而似乎呢有汗还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想知道医生再不出现，那就只能无功而返了在离开之意变得越来越强烈之前呢，门罗转身就看了那群男人，想着是不是该问问他们有没有看过戈登医生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矮瘦的长着一头浓密棕卷发的年轻人停下谈话，转过头来呢，很专注的就看了他一会儿，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热烈的谈话之中了。而门罗呢就觉得这种热度十分无法忍受他没有办法继续在这里等戈登医生了，于是他才决定离开的。醒来之后呢，他就检查身体意识离开身体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这会儿呢，突然之间也不觉得热了，当然也没有什么汗流下来。门罗不知道这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只好把这次经历就记录下来。在下一个周六呢，门罗就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在他离体之后呢，他又高喊的呼喊了戈登医生。而右边呢就传来一个略带愤怒的声音就说为什么你还要见他？上周你不是已经见过了吗？这口气非常的犀利，就吓得门罗一惊，几乎立刻又回体了。于是他就起身翻看上周失败的记录那上面就记着一句话：医生1分钟之后就来见你。他马上就想到了只有那个矮瘦长着一头浓密棕发的年轻男子专注地看了他一会儿而门罗忽然就醒悟，难道当时看到的那个男子就是20多岁的戈登医生吗？
由于他第一次见戈登医生时医生已经50多岁了，去世的时候70多岁，所以门罗才没有认出他呀。这也能推断出，如果是一场幻觉的话，那根据门罗的固有记忆，他也只能见到70多岁的医生呀。于是门罗马上就去拜访了戈登的太太，想办法想要看到戈登22岁的照片。照片呢，与他看到的那个人居然完全相符。戈登太太也提到了，在那个年纪他很积极热切，经常呢匆匆忙忙的与人谈话，有一头浓浓的棕发。后来呢，经过了几次尝试呢，门罗再也没有见到戈登医生，但他始终相信呢，医生在第二现场里过得非常好。在1964年呢，门罗的父亲死于82岁，他中风几个月后呢，因瘫痪而无法说话。在这期间呢，每当门罗探望他的时候呢，他都绝望的心碎的试图与儿子说话，想要告诉他什么。他的眼睛是恳求儿子理解，嘴唇呢只是微微的轻微发出一些呻吟的声音。门罗每次都尽力的安慰他，与他讲话，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得懂。一天下午呢，父亲在睡眠中就平静的去世了。这位毕生研究文学与语言学的学家呢，就走完了一生。去世带来的这个悲伤呢，也混杂着一种解脱。这次呢，最亲近的人去世门罗就不像上次那样恐慌了，因为他认为这也许不是终点呢。又等了几个月呢，一天的凌晨3点门罗突然醒来，他就感觉到自己现在可以试着去探望父亲。走完一系列的程序之后呢，他毫不费力的就伸到了黑暗之中。这次呢，他没有大声的呼喊父亲，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父亲本人，从而延伸到他所在之处嘛。门罗就快速的穿过黑暗，看不到任何东西。与上次不同的是呢，有种巨大的运动感，并有浓稠的液状空气擦过了他的身体，类似于跳水之后进入水里的那种感觉。停下来的时候呢，他又在一间巨大的微暗的房间之中。门罗就开始到处寻找他的父亲除了他所到的主厅之外呢，还有很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注意他。直到他走到了第3间房间呢，在对着门的一个墙上有一个约肩高的一个小窗户，一个男人呢就斜靠在墙上向外望着。门罗呢在这间房间的门口停下来那个男人随即转过身来，脸上呢是绝对的震惊这就是他的父亲。之后呢，他去世的父亲就说你在这儿干什么？由于门罗当时太激动呢，无法讲话。缓了片刻之后，他才问父亲感觉怎么样。父亲就告诉他好多了，说疼痛已经消失了。整个交谈的过程中呢，父亲似乎就想起了竭力要忘掉的事情，好像流失了很多能量。他看上去很疲惫。门罗知道呢，会见即将要结束了，于是他平静的就退出了房子返回了身体。这时候他才明白呢，父亲临终前拼命想要告诉他的一句话就是身体很痛。而当时没有人能够明白他的痛处嘛，去世也许对于他来说呢是一项祝福。如果人类有第二个身体去世之后仍然还存在的话，那将会怎样呢？所谓的天堂和地狱，假如它们存在，应该是在现场2的某处。在现场2的旅行之中呢，门罗就称通常有一个区域是必须要穿过的，它靠近现场1，而且以某种方式亲密连接。它是一片灰黑色的荒凉大海，在那里面呢，即使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动作都会引起一些生物的骚动。你就像是悬在这一片大海上的一个饵，如果你慢慢的移动呢，不去理会那些前来探查好奇的鱼呢，你就可以安然无恙的通过。如果你剧烈的运动并反抗的话，只会引来更多兴奋的啃咬，就很像是在地狱的边缘试探一般。他说在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快速的穿越这个临近层。这里魔鬼就是这里主要的居民，他们似乎是类人的，但是有明显的能力和单独思考和行动。在这些世界中呢，思想呢并不是唯一的事物，而是一切，包括罪与美呢都是自己所创造的。只要把这些呢都投射在外呢，就能够感知到无穷的变化。人在现场2中的目的呢，是天堂还是地狱都是由自己的内在的动机、情感、个性所决定的。处于错误的时间下，或者是欲望偏离呢，就会把这段旅程转到相反的方向。所以拥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是天赋还是负担呢？在门罗的早期实验中一个副作用就开始显现。它并不是出体而是发生在离体之前的深度放松状态下。它显然就是所谓的预知。当头脑静止，身体放松的时候呢，预知呢就会不随主体意识而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呢，门罗说他就能够感觉到一扇巨型的小门呢打开了。他通过那个小门的洞还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类似于做梦。一天清晨呢，他说那扇小门打开门罗就看到了这样一幕。他正要搭乘一架商业飞机，他的一个朋友在飞机的门边呢在等他。2人登机之后呢，飞机准备起飞。舱里呢有2个年长的黑人男性，一个年长的白人男性和一个黑人青年。飞机顺着跑道滑行呢，似乎很久才起飞。
一直保持低空飞行，爬升的很少。没过一会儿呢，飞机突然下坠就撞上了街道，然后飞机中有什么东西在门罗的旁边还折断，它掉到了6到8尺下方的街道上。从落地处看呢，飞机在撞击之后啊，仍然在向前移动着，然后就突然就陷入了右方的2个建筑物之间的空处，大量的浓烟就遮挡了视线。门罗第一反应是应该感谢上帝啊，奇迹般的拯救了他。第二个想法是他的家人可能会担心，他想尽快的与家人联系。第三呢，是他得赶快离开事故飞机处，尽可能的去救其他人。可是门罗来到了事故飞机处呢，当他靠近时啊，看到了烟雾中冒着火焰，他知道啊没救了。但他很疑惑的是，为什么所有的客人中啊，只有我得救了呢？在他冒出这个疑问之后啊，那扇小门便关闭了。一开始门罗就认为啊，这只是个无意识的内容所释放的梦境吧。但不久之后呢，他就要开始一段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飞机旅程了。他不由得就有一种战栗感，我能下飞机吗？按照那个预知中的结局呢，表明他可以幸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很害怕的呀。带着这种不安呢，他开始了那段旅程。第一处与预知相似的情况发生在他登上纽约到纽华克机场大巴的时候。门罗上了车呢，坐在右侧的前面第2个位置啊，一落座呢，就有一种熟悉感袭来。无论是相对门的位置呢，还有门板以及门移动的方式，都与预知梦中的非常相似。他猛然就发现呢，这就是在预知梦中飞机的那个局面呀。但是这意味着出事故的不是飞机，而是机场大巴吗？紧接着有4个人上车，他们有说有笑，特征呢也和预知梦中的一模一样。在这个泽西高速公路上的大巴缓慢行驶啊，高速路是建在环绕的街道的公路之上的。当门罗看着下方延展弯曲的道路呢，熟悉和相识感扑面而来。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啊，不是飞机，而是大巴。好在预知梦的事故中呢，在大巴上没有发生，他安全来到了机场。门罗登上飞机的时候很是警惕，飞机滑行起飞的时候呢，空姐从这个广播中通知他们将在6000英尺上空飞行，这一点就对应了他预知的低空飞行。不久之后呢，播报了有雷雨，看到了许多闪电，这也就是在预知中啊，在低空电线下方飞行的一种印象。那在风暴的途中呢，飞行员就决定改变高度，他们飞离了风暴，在北卡罗来纳呢就安全的着陆了。当着陆时呢，门罗就认为啊，预知中对事件的解释是错误的，并很快的忘记了整件事情。可是4天之后呢，门罗在办公室忽然心脏病发作。一开始他还不相信自己患有心脏病，因为在这之前所有的体检，包括2周之前的医生啊做的检查之中，都说他的心脏很好。可是医生甚至说过他绝对不会死于心脏病，他也认为自己完全不可能得心脏病啊。但是随后将这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之后，就可以得出呢，有一系列的充满感官的数据的事件，都经过了意识的头脑中去联想过滤，包括他乘坐飞机的印象也十分的准确。然而意识忘记了到机场还要坐大巴呀，结果就是对于登上大巴的印象换成了坐上飞机的印象。然后低空飞行飞过街道呢，是事件的完美描述。当飞机遇上风暴，意识报告飞机在电线下方穿行，那是因为它无法直接的描述风暴的现象。最重要的是，意识对灾难的解释把它看成了心脏病的中断，而他先前的经验中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于是他的意识就选择了在他的记忆经验中较为相似的空难而展现给他看。所以呢，门罗就说，在第2状态下，当遇到一个未知或者是显然不可能知道的情况时意识总会给出一些答案。他会将当前的情况和过去的个人经验进行对比，并报告一些较为相似的内容。故事讲到这里呢，门罗反复提到一个事实呢，就是一个人懂得第2个身体的现实以及存在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呢，那就是亲自去体验嘛。当然了，这个过程不是很容易的，否则他现在应该就已经很普遍了呀。所以在这本书中呢，门罗还简单的介绍了他的半梦半醒的进入那个意识的一个状态方法。他说一共有4步，第1步就是放松，要释放任何的紧张感、紧迫感。关于怎样达到放松呢，他提到了自我催眠恍惚的一个状态。恍惚状态呢，也是最困难的点呢，就是在于维持在睡和醒之间的那个微妙的边界，就像是瑜伽中的冥想在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睡着呢，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多练习慢慢的找到那种感觉就可以了。一开始练习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清晨醒来的时候，在移动肉体之前就开始练，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处于睡眠的放松状态之中意识呢却是清醒的。第2步呢叫震动法状态，他说身体产生震动的效果是最关键的嘛。想象离你头大概3尺的位置从头顶上方直线上去，那个点取得一个震动，当你找到它的时候把它拉回你的头部。一旦你学会了这个过程你只需要放松，想象震动，它就发生了。
那第3步呢，叫做控制震动，就是当你感觉像中电似的，无痛的被波动遍布全身的时候，首先呢，就想象把震动蔓延在全身，下推到脚趾，再回到头，让它有一个节律性的波动扫过全身，直到退去。第4步呢，就是意识离体，进入震动阶段后想着自己越来越轻，想象一下浮起来，维持着这个想法呢，不要让其他的杂念骚扰到，这样呢，半梦半醒的那个意识状态呢，就会在这里自然而然的出现了。门罗呢，在数百次的测试之后就发现不管在哪儿呢，只要想着你的肉体意识呢，就能够回来。当然了，门罗的意识出体实验呢，能否让人看到另外的世界我们就无从考证了。也许在人类不断的探索中会揭开这个谜底。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别忘了点赞留言支持一下哦。我们会从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免费的奖品呢，就是宇哥在节目当中讲过的这一些书籍，以及呢小唐抱过的娃娃，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留言哦，没准下一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